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英国作家欧文曾说，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。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故事，很有意思。国外有一位年轻的小伙，大学毕业之后参军进入了部队。开始服兵役之后，他才知道自己所在的部队是国家最危险的部队。从此以后，他忧心忡忡，格外的焦虑。一次，他和一位长者说起自己的担心，那位长者反而笑了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的未来有2种可能。”小伙子问：“哪2种？”长者说：“一种是留到本国本土，一种是去外国驻军。如果你留在本土的话，那么你难道不是很幸福的吗？你害怕什么呢？”小伙子接着问：“那如果被派到外国驻军呢？”长者说：“那么你仍然还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去和平友善的国家，一种是去战乱维和地区。如果你被分到和平的国家，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？那么你还担心什么呢？”小伙子说：“那要是去了战争地区呢？”长者说：“那么你依然有2种可能，要么是安全归来，要么是负伤而归。那如果可以医治，那么你仍然是幸福的呀。”小伙子说：“那如果我是战死了呢？”长者说：“其实啊，你仍然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敢于冲锋陷阵的英勇捐躯，一种是唯唯诺诺不幸遇难。你会选择哪一种呢？”小伙子说：“我会选择前者，当一名英雄。”长者说：“那么你能成为英雄，还担心什么呢？”读完之后，不自觉地赞叹这位长者的智慧。生活当中存在着无数的选项等待我们选择，有的人选择了一条跌宕坎坷的路，而有的人在选择下面看到幸福的坦途。这是一种幸福的能力，是一种神奇的力量。原来幸福不是单纯的状态，而是持续的能力。这种能力能让一个人的一生，无论遇到多少岔路口，都会走向幸福的彼岸，仿佛给幸福上了保险。因为有了这种能力，我们总会在变化莫测的环境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把日子顺利地过下去。显而易见，有这种能力的人，幸福的时光也会更久。幸福不是一个评价，而是一种感受。真实且长久的幸福感来自人们内心的富足和踏实，而不是别人口中的一句夸赞。下面这个故事中的人在生活里就很常见。乔娜是朋友圈里热衷于追逐精致生活的人，结婚的时候拍婚纱照选择那个最贵的拍摄套餐，拍出美美的照片，以求得到别人艳羡的目光。后面的蜜月旅行也要选择出国旅行，只是他觉得国内的地方没有国外上档次。装修新房的时候，明明预算有限，但还是要求精致装修，家具选最好的，瓷砖挑最贵的，嘴上还说装修就是要大气，别人看见你家里装修的这么气派，才会觉得你幸福啊。每到这时，总有朋友露出羡慕的眼神说道：“哇，你可真幸福，住这么好的房子，过这么好的生活。”为了这一句你可真幸福，乔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把钱财都花在了表面上，真正的生活质量一再下滑。生活当中，我们总会呈现在别人的言语和评价里，别人的话成了幸福的天平，该往哪方面倾斜，完全受了他们的掌控。但实际上，真正能够赢得我们心安的，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幸福。它或许不是最华丽，但却是最坚固；它或许不是最高大，但却是最踏实。
山海情》电视剧曾经火爆了网络，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不是剧情多么的跌宕，而是剧中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种让人油然而生的敬佩。他们略带倔强，心里存着一口气似的，要把苦日子踩在脚下。水花就是这么一个有魅力的女人。她从决心一个人用拉车拉着女儿和丈夫，在路上走了7天7夜，也要去移民村的时候，从大家都不看好搭棚种植蘑菇，害怕种出的蘑菇销售不出去，也要坚持学习种植并搭建自己的菇棚的时候，从后来辛苦地攒下一些钱，并观察到村里没有小卖部，利用自己的聪明和好人缘开启水花小卖部的时候，他用自己的刚强不屈、坚韧品格，一步步地让自己和家人摆脱贫苦，生活幸福了起来。培根在他的随笔里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话：信念的魅力在于即使遇到险运，亦能召唤你鼓起生活的勇气。而让自己幸福的能力，能让你的生活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也能开出艳丽的花。这种能力藏在我们的双手里，藏在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坚实的脚印里，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抱它。有这样能力的人是幸福生活的主宰者。幸福不是外界或他人赐予的评判，而是自己独自一人时内心溢出的甜蜜。这种甜蜜是幸福，是愉悦，是接下来生活的全部底气。清贫思想里有句话：若知足，虽贫亦可名为富；有才而多欲，则名之为贫。最实在的幸福从不与人比较，只是脚踏实地地去做自己时空里的事情。刘震云的小说《一地鸡毛》当中，主人公叫做小林。在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喜欢写诗，还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，生活恬淡美好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也仍然是一腔热血，有着自己的理想。但随着时间过去，在外界无形的重压下，他开始焦虑，沉不下心过自己的日子。别人成功入党了，他还没有；别人在工作单位评上职称，而他还是一个大头兵；别人勤恳努力之后都换了大房子，而他一家3口还和另外一家合租着一套房子。看到越来越明显的差距时，他开始把自己的物质条件与别人进行比较，放在天平的两侧，评判谁好谁坏。因为想要和别人一样过滋润有脸面的生活，想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，他开始在生活琐事上斤斤计较，整个人变得小气又世俗。比如会因为一块变馊了的豆腐和老婆大吵一架，指责他的不对。在吵得最凶的时候，查水表的老头上门警告说有人举报你们2人偷水。小林夫妻听后停止了争吵，低下头去一声不吭，算是默许了这一偷窃。生活的一地鸡毛，满屋的乌烟瘴气，到头来越是眼红别人生活的风生水起，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家庭琐事上，就越不能尽早摆脱烦闷的日常。忘记年轻时的理想，放弃投入激情澎湃的奋斗中，没有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学习。正如作家朱自清所说的：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，不再低头看白水，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，我要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，打上深深的脚印。真正可靠的幸福是用脚踏实地的付出换来的，这种幸福浸含在额头的汗水里，汗水既涩又甜。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；与其羡慕别人，不如开始行动。我们逃不掉生活的琐碎，但可以调节生活当中的自己，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只要我们相信，
富足的生活需要靠着双手去打拼，沉下心，埋下头，时间到了，一定会看到全新的开始。品味别人的故事，我们知道幸福是一道选择题；走进自己的生活，我们知道幸福是一场能力战。幸福不是来自别人的看法，而是来自自己脚踏实地付出后收获到的那一丝丝甜。幸福不能比较，不分高低，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的人都可以自给自足自乐的生活。想要幸福的人怎么走都会得到幸福，没有幸福能力的人怎么走都充满坎坷。幸福的密码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人应该用自己的密码找自己的幸福。愿我们一眼洞悉生活当中的幸福选项，耐心地为它耕耘，迎来平顺富足的一生。